大家好，回到 Hash or Hash，我是菲菲，我是 Tomato，我是甜甜，我是婷婷。我们今天呢有一个特别来宾哦，让我们欢迎 Casey。欢迎你。那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呢是讲关于游子，所以我们就邀请了 Casey 来加入我们这次的主题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 talk 吧。你们为什么会想要离开家，去外面，就是可能出去外地啊，还是外国读书工作呢？你们的目前的现况是什么样子的？我是从印尼来的嘛，然后我在印尼是住在一个小地方，是kampung这样子啊。然后有这个机会的话，我就想去外面读书，然后就想看别的 environment 是怎样的，然后希望自己会看别的不同的那个世界这样子咯。我的话，我是读 PR event， 然后我现在在台湾实习。为什么会到台湾？是因为那时候我有一个就是 senior， 就是学姐，她也是就是跟我读一样的科系，然后她在她intern 的时候，他到台湾来 intern， 然后他就有跟我讲过那个台湾的那个活动业，就算是小公司也做得很好，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所以我一听他讲过后，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是刚进大学，然后我大学 Sem 1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说一定要到台湾。对，然后我现在就觉得我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。我到现在台湾是不是很多帅哥？有。然后就现在就是早上起来，然后走在路上，你还是会问自己说，这是真的吗？对，哇，真的吗？你现在就是早上起来还会觉得你好像很不真实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在梦里，你有时走在路上，你听到旁边人讲这台湾腔，有没有？你就会觉得，还是不能相信。欢迎光临。对对对对。所以你是因为那个学姐，所以你才想要到台湾去生活的啦？你不是因为说自己很想要到外国去吗？我觉得自己想要到外国去也是一点，还有一点也是可能是你记得我们以前小时候都是看台湾偶像剧吗？对。就是有影响到。我自己的话，我是因为我的家乡在沙拉瓦，然后我会觉得，如果读完大学就回到家乡去工作的话，我会怕我一待就是待一辈子，就是我怕如果我回到家乡了，我就永远跳不出那个舒适圈，因为在家里就是好吃好睡嘛。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我已经在 KL 待了这3年，那我就在 KL 找工作吧，因为 KL 毕竟是一个大城市嘛，然后它的竞争力也比较强。我就想说，看一下自己能够在 KL 找到什么工作机会，遇到更多的人事物等等。因为我觉得在小地方它也是缺了一点机会，毕竟它发展还没有像 KL 这么快。所以我就想说，来体验一下在 KL 工作的情况是怎么样咯。那我的话就是那时候是读中学，就是要毕业了，然后我就很纠结，我要去新加坡，因为离九河很近嘛，还是我要去 KL， 还是我继续待在九河这样子？因为我是一个很想家的人，然后就很纠结啦。结果我们那时候上那种升学辅导课。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有个不认识的老师，可是他就在大家面前讲一句话，他就讲你们不要趁年轻的时候出去闯一闯，这样你们要等到什么时候这样子。然后就因为那句话，我就觉得就是 KL 的这样子啦。
这我觉得你很撒样嘞，甜甜，而且你是新加坡的那个 citizen 嘛，没有去新加坡读书，真的是很撒样的东西，不会咩？我觉得不会吧，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从小到大都是在马来西亚长大的嘛。虽然我去新加坡以现实考量来讲是很不错的啊，就是不管以后你出去社会还是去哪里，人家都会觉得哦你在新加坡做过工，都是会有个不错的一个履历这样啦。可是我觉得我去 KL 的话，就是可以离我的家更远一点嘛，就是可以更独立这样子。因为如果我在新加坡，就可能没有那么独立，因为离家比较近，可能会每天来回 JB 新加坡，就想要离家远一点点哦，觉得还不错啊。如果要你们对比一下，就是现在所在的一个环境跟你们原本的环境的两者之间的差别，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？就是你最喜欢啊，或者是最不习惯的地方有哪些 OK， 我的话，道理来讲，马来西亚跟印尼是没有差很多啦。可是如果我有一点，我在马来西亚的话，我有比较有安全感，因为好像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为什么？真的，这个真的，因为如果你不懂啊，这个是在我的地方啦，可能每个地方不一样，因为印尼很大嘛，是不是？然后如果你穿 tank top 还是穿短裤这样子，很多人会看你的，明白吗？啊，然后你就比较不安全不安全这样子。就如果人家看你穿这样子的，你会怕吗？等一下人家的脑不懂在想什么，是不是？那个是第一咯。第二的话，我觉得现在我住在 KL 嘛，然后 KL 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嘛，然后我是从小的地方来嘛，然后我有一点culture shock 啦，就好像看别人做这个事情啊，然后我自己不习惯看这个东西的，明白吗？比如说这里的人如果谈恋爱这样子很 open， 会 kiss 在前面这样子，可是就是在公共场所，然后很亲密的接触啊，对。可是，在我们那边是没有人敢做这个事情的。哇 ，KC， 如果这样子，是不是台湾？讲到这个，我那天跟我朋友经过一个公园，然后就有对情侣在那边接吻。对，而且台湾就是这可以说吗？就是他们是可以同志是可以结婚的，然后在路上你就会看到同志男女就手牵手走在路上，你就会觉得哦，世界很有爱。可是有好的是，我觉得印尼的吃比较好吃。所以你是讲马来西亚的食物不好吃咯？不是不好吃，不太习惯。可是我觉得是 culture 的问题，因为我也吃不习惯印尼的东西，每次弟弟煮东西我都哎呀。我要举报他每次煮超辣的东西，辣死我们了。对。对我而言，我觉得我觉得没有很大差别的地方，就是我从小就在比较华人的地方长大，就是我小时候读华小，然后中学读独中，然后上了大学虽然是读 Taylor's， 可是还是认识到一群很亲纳的对讲华语的人，然后所以现在到台湾也是就是讲华文的就是讲中文的地方，就会让我觉得很有亲切感，然后就算现在人在国外，我还是会觉得很有归属感。可是我觉得有一个东西超不习惯，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。然后就是马来西亚一年四季都是夏天嘛，可是我当时在台湾的时候，我刚到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天气，照理说要慢慢变凉，就是你可以穿短袖的那一种，所以我就没有带到很保暖的衣服。对，然后我到的时候，它的天气就突然间变到很冷，然后我人走在风中，我是在那边
发抖。对，发抖。可是因为我到台湾，我没有跟我家人拿到特别多的钱，我只是刚刚好可以够吃够喝，还有就是够租金，就这样活下去。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多余的钱去买那种保暖的衣服。那时候，我坐在我的床边，我默默的落泪，你懂吗？还关起灯。没有，可是有好一点，就是我在台湾有认识的朋友，然后他们就借你吗？他是直接把他不要的衣服就给我穿，我就觉得充满爱，世界充满爱。可以。对，然后这一次又哭了，是喜极而泣的哭。对，然后还有就是出门在外就是靠朋友。对，这是真的，对就是当你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，就算别人的简单的一句问，哎，你有吃得饱吗？你穿得暖吗？你都会觉得很感动。这些人有很温暖。对，真的你们一定跟我有真的一样的感觉。另外就是我觉得马来西亚一年四季都是夏天，所以我们出门 T 恤、短裤、拖鞋就可以出门。但是在台湾，如果你这样穿出去的话，就会